上一期的民宿秘辛是不是让人意犹未尽？这一期我们继续深入那多彩多姿但更多汗水的民宿人生。而这次的主角，除了身为贵妇的我，还多了晋升为绅士的酒庄主人班。那双曾酿出美酒的手，如今成了深入马桶找异物，在垃圾桶里分类回收的万能之手，还有时常擦拭那印有小孩和狗狗掌印的玻璃门。我们三头六臂，使命必达。清晨，我在院子里扫着落叶，风吹过来，我心想，哇，这风也太有诗意了吧。但我低头一看，一张用过的湿纸巾安静地躺在脚边。现实来了，来得非常具体哦。Bonjour， 我是马琳达，欢迎来到马琳达玩法。我住在法国雅尔萨斯，一个只有300位村民的小酒村，每天和葡萄园、森林还有季节的味道为邻。我经营一间名叫佳酿的葡萄园民宿，在这里，我用文字、光影和日常，慢慢酿出人生的滋味，也等待下一个自然送来的小惊喜。我们的酒庄主人班不只是个酿酒师哦，自从经营民宿之后，他直接多开好几条人生副本，像是水电工、修缮工、除虫员、马桶清洁员、垃圾分类达人，全都他一手包办。像是我们民宿地下室装有无物管线的自动侦测系统，只要管线一堵住，班的手机就会跳出通知，然后他就要冲去现场勘察。情况一旦严重，他就得把手伸进去，你知道的，把堵住管线的异物给掏出来。虽然我们厕所里都有贴警语，还搭配了3岁小孩都看得懂的示意图，拜托大家除了卫生纸，其他东西通通别丢。结果嘞，班还是常常挖到各种物种。他说，我真的看过玉米哦，还有塑胶片啊、湿纸巾啊，甚至是一节不明的牙刷柄，是不是很像在挖考古遗址？另外，垃圾桶也是一场修罗场。我们再次提供了5岁小孩都看得懂、图文并茂的垃圾分类指南，但总是有客人坚持走自己的垃圾混搭路线。最可怕的是，有些人会不分类、不思考、不手软，霸气的把整袋垃圾混在一起，倒进回收桶里，而下场呢，就是被清洁队员贴了警告条，甚至还被拒收。在被拒了1-2次之后，班又得亲自出马，他都会在客人退房后，默默地打开垃圾桶，深呼吸，然后一脸无奈地开始挖宝。班徒手分类没拆的纸箱啦，吃剩一半的草莓优格啦。他一边捡一边怀疑，到底是在经营民宿，还是来参加某种寻宝游戏的。而这寻宝游戏不只发生在垃圾桶上，它也会悄悄地延伸到屋内。像是屋内的物品被弄坏了是稀松平常的，有一次马桶座被做破了，另外像是打破的玻璃杯啦、酒杯啦、汤匙、碗、盘子等等，有些是摔破了，有些是不见了。其实这些对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，但最为让我痛心的不是那些锅碗瓢盆，而是那独一无二的绣花抱枕。我记得那是一家来自南美洲的客人，他们远道而来，我们对他也特别的热情，我还特地把我那在二手旧货场找到的那种雅尔萨斯阿嬷亲手绣制，
绝无仅有的手工绣花抱枕拿出来摆，想让他们感受到这里独有的氛围。结果退房那天，他们说赶着搭飞机，可能也因为这样收拾的有点太快。等他们走了，我进房打扫才发现，我那颗心爱的抱枕不见了。我整间房找了3遍，就是找不到。我猜他可能也默默地跟着他们搭上了飞机。于是我的刺绣抱枕就这样漂洋过海，开始了他在南美洲的新人生，说不定还在当沙发上的亚尔萨斯文化大使。我呢，也衷心希望他在那里过得好。另外一些客人的壁画艺术天分也让我们赞叹不已。那雪白墙上搭配一滩鲜红的蚊子血，走的是国画渲染风。还有墙上及玻璃门上的狗狗爪印，要跟毕卡索的抽象风媲美。更夸张的是，客人会延伸到3D 立体创作哦。这发生在我们酒庄的熟客身上。那晚是他第一次住进我们的民宿，他想说这样就可以尽情地品酒，不会有酒驾的问题。所以他在品酒时也开始放飞自我。根据班的说法，他是从微醺滑到断片的边缘地带。我是完全不知道当晚他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自己大概也不知道。但隔天退房后，我们进房检查，发现墙上多了一个人头级别的凹洞。那不是比喻，是刚刚好一颗头的尺寸。那个位置，那个形状，那个扎实的深度，只能说这位客人的铁头沟真的是炉火纯青。我们也没好意思问，他当晚是把墙壁当作床，倒头就睡吗？他也装作没发现。最后我们也只能摸摸鼻子，找来一幅画，刚好盖住那个凹洞，用真正的艺术掩盖了真相。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头与墙的距离。但那堵墙，每次看到我都会忍不住地想起他，那位用头撞出艺术传说的男人。在这个只有300人的小村庄，安静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好比半夜你在你家的阳台讲话，对面厨房都听得见的那种安静。所以对我们这种位在小村子的民宿来说，最怕的就是半夜传来扰邻的噪音。其中有一次是最让我印象深刻，也是让我最惊吓的一次。那是在刚开民宿没多久的时候，有一位住在史特拉斯堡的年轻女生订房。在订房时说是2个女生来，当天晚上7点，她们的确是2个人准时来了。但等到天黑后，我开始觉得不对劲，怎么我们楼上民宿声音越来越多，而且还开始传来好多陌生男子的声音，越来越吵，而且就像是在开趴一样。我和班对看了一眼，然后决定从民宿外头来瞧瞧。我们一看，差点没傻眼，里面居然挤了超过10来人，而全都是年轻人。我当时真的是又气又怕，但孬种的我们不敢深深的得罪他们，因为那些人现在就在我家的楼上啊，然后又有一堆高头大马的男生，毕竟他们知道我们家住在哪。我们只能跟他们说，可以小声一点吗？但在屡劝无果的状况下，后来还好班想到一招，他索性把民宿的总电源给关掉了。灯一暗后，他们也安静了。虽然第2天退房后，我们发现桌巾上多了几个香烟烧出的洞，但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不过从那次之后，我们就学乖了，我们会在订房前的注意事项中明确的表示，我们这里严禁开趴，也不能够超过订房的人数等等。还有那种凡是离我们家不远，说什么想要住在附近放空一下的订房，我们都会小心3倍，因为
那可能不是来放空的，有可能就是想要找个离家不远的地方放风的。后来我和班都练成了一种心法，经营民宿就像是一场人生修炼，有的时候像是在打坐，有时候也像是在打仗，但这一切不是只有狼狈，也有很多的温柔，也让我们更了解客人的想法。我们和很多客人最后成了朋友，会一起喝酒，一起去吃饭，甚至还一起去打法式滚球。有些人会成了入住多次的回头客，他们熟门熟路地走进民宿，像回到一个远方的家。有时候他们会留下卡片或小礼物，写几句简单的话，谢谢我们，也谢谢这个地方。每当我们看到这些只字片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这一切真的很值得。然后我会把本子合上，默默地去厕所拿起马桶刷，因为刚刚我才收到下一组客人的讯息。他说，请问我们可以提早入住吗？好了，今天的马琳达玩法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探访法国酒乡的日常生活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回见，阿比安多。